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好不容易等来了瑞克莫蒂的第4季第6集，没想到这却是史上一次极限烧脑，但细细品来却是乱中有序。这一集最大的亮点是致敬了故事大王的8部故事圈，所以我们只要将故事路线按照8节车厢一节节理顺，其实不难发现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是3个层次宇宙以及虚实空间不停的反复交换，使我们有些懵逼。那么赶快上车，妮妮准备开飙了。车都没刹的火车上来了一位胡子叔，他很快结识了坐在吧台上的大毛领。大毛领二话不说上来就要给他讲故事，故事内容大致是他和最强王者瑞克来了次正面交锋的火拼，可他强大的气场吓得瑞克转身就跑。但这个故事可能从瑞克口中说出来又是另一个版本，所以为了最终解释权，他必须杀了瑞克。随即大毛领表示该你分享你的故事了。胡子叔一脸懵逼，我记得车票上没说上火车要提前准备故事啊，你是看不起我吗？好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被一旁的大嘴女士降了温，胡子叔赶紧趁机走进了第2节车厢。万万没想到他只是从杀瑞克主题走进了圣诞瑞克主题。来吧，分享你圣诞节和瑞克的故事。可我不是瑞克迷呀，没关系，当个倾听者也是不错的。于是紫大头讲起了他和瑞克的故事。在圣诞节那天，他送瑞克回了家，很是羡慕瑞克一家其乐融融的感觉。瑞克察觉到了这份情绪，却用家人做挡箭牌，还是送别了紫大头。假客气真送客的瑞克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好了，现在该你了。没有故事的胡子叔当即掏出枪以表拒绝。他慌忙的来到了第3节车厢。在第3节车厢里，胡子叔遇见了难友黄发妹。黄发妹表示她也是莫名其妙的上了这辆火车，她也同样遇到了瑞克主题，只不过她的瑞克主题是作为瑞克前女友的感想，确认过经历真的是同道中人。就在这时，胡子叔突然看见了一旁正在自摸的黄发妹。莫蒂不是说过找到我就要现身的吗？我怎么知道是你？这些伪装不是你设计的吗？也是，我忘了你的智商还不足以识破我的天才伪装。原来这一切不过又是一次瑞克和莫蒂的冒险。老瑞告诉小莫，你眼前的火车不是火车，这只是个故事载体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每节车厢都会有个故事主题。这时检票员突然闪现，老瑞当即掏出枪，不要讲故事了，我们来看看电视吧。可检票员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他工作的时候开小差，确认过眼神是逃票的人，检票员当即亮出他的8块腹肌。他竟然有那个钩，老爷，他的性能力看起来比你还强耶！告诉你，你老爷还没在任何方面输过给任何人。这次算你赢了，行吧？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踢你脚了！你竟敢踩我老爷！小莫即刻上前与检票员扭打起来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好在老爷随时带枪。不料这时小莫却变成了肉盾，老瑞只好从侧面突击，他一枪爆了车窗，以此触发火车的安保系统。检票员被吸出车窗，导致强制下机，没想到中途下机是有代价的。老瑞赶紧焊住了窗户，猛吸了几口氧气。这时发现异常的陈警冲了进来，确定过尸体是可以射的人。没想到这时第4车厢的陈警们正在观摩第3车厢里发生的一切。暂停，这里陈警们做错了什么？朝人开枪？错，乘客们篡改了故事集的结构，是允许射击的，但他们手上拿着这罐东西的时候就不行。这个罐子里装着的是这个故事世界的连续性，如果连续性被破坏，我们所处的故事世界将会发生大变。现在我们演示一下正确操作，你需要逼迫他们扔掉手里的罐子，然后将其击杀，看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个长官，我还想挑个刺儿，但因为罐子里的连续性已经被破坏，故事世界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。老瑞和小莫空降第4车厢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。那个老爷，你的脚啥时候好的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随即老瑞搜出了这节火车的故事节点图，要想离开这儿就必须找到火车引擎。而当老瑞正沉浸在烧脑的逃脱计划中时，小莫却表示我们一定要离开火车嘛。老瑞随即告诉他，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做的，冒险有冒险的规则，但我们得灌输进自己的风格。我抗议，你故意提升了冒险难度。闭嘴，你只有14岁，没有权利抗议。有没有难度我说了算。这时窗外缓缓飘来了检票员的上半身，他怎么还在呼吸？和我作对下场就是这个，在无尽的恐惧里慢慢的死去，太惨了吧！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知半解。难道你玩了那个分尸梗？也许这就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吧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，发生了什么？淡定，插广告的时间到了。与此同时，第5节车厢里的乘客们正在观看第4节车厢里的广告。一位乘客表示非常不解，怎么检票员还不来检票？殊不知，在第6节车厢里，飙血的检票员已经火了。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，他轻轻松松飙上了1000万网红榜。看，这是我刚纹的，这不会影响肉体的摩擦吧？不会，我可是入了标标不做爱兄弟会，盲目爱爱会影响飙血男的永生。所以你确定你要当一辈子处男吗？那咱们就只来一发。与此同时，老瑞带着小莫已经来到了火车顶，小莫亲眼见证了6节车厢里的惨
岸。正当小莫想感慨2句时，你没时间感叹了，不然你宇航服上的供氧倒计时就要到了。为什么要装个倒计时？因为太容易的话，这次冒险作业就不算完成。要是你不想我再提升难度的话，就少说废话。这时他们看到了第8节车厢上的主题引擎，可眼下他们必须要通过第7节车厢才能进入第8节车厢的操控室，而第7节车厢的主题是说一个和他俩无关的故事，所以想要搞定全靠想象力。老瑞命令小莫赶快说一个符合主题的故事，这对于临场发挥本来就很菜的小莫来说，显然真的是太为难了。小莫顿时崩溃了。老瑞安慰道：“没事儿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”对于不太聪明的孩子，大人总是需要有些耐心。老瑞决定从侧面突围，我们是男人，所以你可以从女人方面进行瞎掰。老爷你在说什么？比如什么女权问题，或者是女同性恋什么的？你到底在学校里都学了些啥？没学百合啊？那我们就都得死了。为什么非得要是百合呢？而就在小莫和老瑞争时间，小莫的供氧倒计时已经到了。老瑞赶紧拔下自己的氧气管，插到小莫的宇航服里。看着因供氧不足倒下的老爷，小莫再次鼓起勇气，决定挑战自己的想象力。很久以前，我妈和我姐她们同时来了大姨妈，然后我姐告诉我妈，这次大姨妈来势汹涌。我妈表示她的也不赖。之后我妈告诉我姐，大姨妈是女人的力量之源，她让女人坚挺。再然后外面来了群母蝎子，于是我妈和我姐放出了大姨妈激光，打败了母蝎子。为此，女法官大人发来贺电，大姨妈万岁。于是第8节车厢为他们敞开了大门。老瑞对此深表欣慰，干得好，这是女权主义的大作。而在爷孙俩找到操控车厢的同时，故事大王似乎早就做好了迎接两人的准备，他就是这节故事火车的大 boss。老瑞免不了又将面临一场恶战，故事大王见面就开撕。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又是检票员故事的重现，不同的是，故事大王的肌肉沟远比检票员深很多。这一次体不如人的老瑞选择和谈，可这一次却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故事大王将爷孙俩轮番的扔进他的故事集中，没想到爷孙俩惊人的编剧能力被故事大王挖掘了出来。为了能将故事进行到底，故事大王当即决定开发爷孙二人的编剧潜力。就这样，老瑞的弱点以及彪悍统统被汲取进了故事大王的素材库。随着给予器力度的加深，那些老瑞和小莫的爆款冒险回忆全部被提取了出来。眼看快要被榨干之际，老瑞决定反击，没曾想他们却被故事大王扔进了传送门中的大结局。那些熟悉的角色在邪恶小莫的带领下死死包围住了爷孙二人。小莫很慌，这下真是无处可逃了。瑞克急中生智，如今只有编造出违背他们设定的故事，才能打破这个故事世界。瑞克深知自己是无神论者，当即带着小莫祈祷：没错，我们是无处可逃了，但请相信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主与我们同在。至此，故事没了动力，引擎宣告挂机。故事大王气得打开传送门，跳进了大结局。这是什么狗屁剧情？这时，老瑞心中的主对芸芸众生扯开了胸襟，完美的肌肉线条涤净了众生的杂念，丢掉心中那些纷纷扰扰，红尘往事皆过客。这时，老瑞和小莫趁机跳进了传送门，成功逃了出来。好了，没事了。那故事大王会怎么样？他会在作家的地狱圣经中得到永生。可很多人都还蛮喜欢圣经的，你这样是在冷嘲热讽吗？不然呢？刚才主及时遏制了我们的创作灵感，要不然我们能得救？我是说主让我们更亲近。好了，那些都是官方故事，来，把这列车开向终点吧。原来这辆火车是现实中的小莫送给老瑞的礼物，只要老瑞盯着运转中的玩具火车看，他便能看到无穷无尽的他和小莫的冒险故事。为了制造出无穷尽的故事，故事管理员也就是故事大王会不断的调节市场价值、观众认可度以及剧情连贯性3个数值，数值越高，故事的受欢迎程度就越高。当数值全满时，那个市场价值最高、观众最期待和主线故事最相关的故事便创造了出来，也就是瑞克莫蒂的大结局，主角爷孙大战邪恶莫蒂。而这一切无非就是一场迎合世人口味的娱乐游戏。往往最怕太清醒的人，火车里的老瑞竟然知道自己被困在了火车里，所以大费周章的将数值降低，致使火车停下来。没想到忙活了大半天，也终没有逃脱作为戏子的命运。现实中的老瑞自然看到了火车中老瑞的结局，可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迫切的向小莫索取了一个吻，然后轻松的躺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。也许老瑞清楚，谁又能保证现在的他不是在另一辆更大的火车里呢？对于最后结尾部分神灭火车毁的结局，其实是一种宗教论点，即世间万物皆为神所造，所以神是全知全能的。当全知的神发现自己不知为何出现，又是为何被困在一个玩具火车里时，神自然会选择毁灭。可女权也好，信仰也罢，如果这一切注定是一场娱乐，那又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毕竟这世上可从来都不曾少过认真的输家，往往是世人想太多，偏偏忘了活在当下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